第54章第一位求卜者。见克莱恩神情诧异，安杰丽卡顿时有点动摇。不是吗？格拉西斯先生说您只靠观察就看出他的肺部隐藏着疾病。他越说越是小声，最终闭上了嘴巴。观察？眉心发黑，克莱恩一下恍然，摇头失笑道：我想格拉西斯先生是误会了，他本打算就这么敷衍一句，可突的想到昨天下午没人找自己占卜，导致扮演占卜家的过程非常不顺利，于是脑筋急转，略略解释道：这其实是一种占卜。可格拉西斯先生只提到您有观察他的脸部，这也算是占卜？安杰丽卡又惊讶又疑惑的反问道。克莱恩从容笑道：作为占卜俱乐部的一员，你应该知道手相吧？看手相并不是大赤或帝国的专利，即使在地球上，印度和老欧洲也分别发展出了一套理论，更别提如今是个有着非凡力量的世界。知道，但是您似乎也没给他看手相啊？偷偷观察的？安杰丽卡好奇询问道。我看的是面相。克莱恩湖州道，它的原理和手相没有本质的区别，真的吗？安杰丽卡的眼神里写满了不信。克莱恩为了占卜家事业的发展，轻笑一声，装作思考的样子，抬手轻敲了眉心2下，凝神望去，安杰丽卡的气场呈现于了他的眼眸中，头部紫色，手脚红色，喉咙蓝色。健康并没有什么问题，只是颜色都稍有暗淡，但这属于正常疲惫状态的表现。克莱恩在看对方的情绪，只见橘色里夹杂着些许红色和蓝色，也就是温暖中带着一点兴奋与一点思考。还好，发现是这种没有异常的状况，克莱恩打算关闭灵视。就在这时，他突然看见安杰丽卡的情绪颜色深处藏着浓浓的灰暗，而且他也缺乏一点白色的积极向上。克莱恩若有所思点头。莫雷蒂先生，您在看我的面相吗？见身前穿黑色正装的年轻绅士突然沉默，认真打量自己，安杰丽卡敏锐察觉到了什么，半是好奇半是担忧的问道。克莱恩没立刻回答，又轻敲了眉心，一副专心审视的模样。就在安杰丽卡有些不安的时候，他温和开口了：安杰丽卡女士，有的悲伤，有的痛苦，不要密封于心里。安杰丽卡的眼睛一下睁大，嘴巴张了张，却没能说出话来。他看着头戴半高礼帽，有明显学者气质的克莱恩，听到对方用低沉、舒缓、让人感觉温暖的嗓音说道：你需要一次登山，一场网球赛，或者一出悲伤的戏剧，让身体因运动而疲惫，让眼泪不用遮掩的流下来，然后痛哭、嘶喊，将那些情绪彻底的爆发出来，这对你身体的健康也很有帮助。话语娓娓入耳，安杰丽卡仿佛变成了雕像，立在那里一动不动。她努力的眨了眨眼睛，慌乱的低下脑袋，闷声说道：谢谢您的建议，今天似乎有不少会员。克莱恩没再多说，就像刚才未做任何占卜一样，侧身望向了走廊尽头的会议室。周日下午，至少50位会员。安杰丽卡的嗓音还有些低哑，描述也仅是说了几个关键词。她顿了顿，语速逐渐恢复了正常。您是要红茶还是咖啡？稀薄红茶。克莱恩微微点头，礼节性的取了下帽子，然后慢慢往会议室走去，直到他消失在门边，安杰丽卡才缓缓吐了口气。占卜俱乐部的会议室非常大，几乎相当于克莱恩高中教室的2倍。往常这里只有5-6名会员，显得非常空荡。此时几十位占卜者三三两两坐在不同的位置，一下就塞满了大部分空间。阳光从几扇凸肚窗照入，会员们或小声讨论，或围在海纳斯、凡森特周围请教，或埋头演练尝试占卜，或独自喝着咖啡阅读报纸。这样的画面让克莱恩有种回到地球学生时代的感觉，只是那时候更热闹更喧嚣，没有这份宁静的味道。他环视一圈，没看到格拉西斯和爱德华·斯蒂夫这2位熟人，于是随意取了本公用的占卜教材，找了个角落悠闲的翻阅起来。没过一会，安杰丽卡端着杯红茶进来，放到了克莱恩面前的桌子上。他正要安静离开，忽然看见莫雷蒂先生从左手袖口内解下了一根造型别致的银链，上面吊有一枚纯净的黄水晶。他要做什么？安杰丽卡不知不觉放缓了脚步，凝望向克莱恩。克莱恩左手持握住银链，将黄水晶笔直坠到了那杯稀薄红茶之上，让它和液体表面只差少许就会接触。他神情宁静的半闭上了眼眸，四周的气氛顿时变得幽静。那枚纯净的黄水晶轻微动了起来，
带着造型别致的银链做出顺时针旋转。看到这一幕，安杰丽卡只觉莫雷蒂先生异常神秘。你们的红茶还不错。克莱恩睁开眼睛，微笑低语道。他刚才的举动是故意做出来的，故意做给安杰丽卡看的。要想很快有人找自己占卜，负责接待和推荐的安杰丽卡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因素。既然要扮演占卜家，克莱恩也不再有什么顾虑，真正的投入了这个身份。是的，凡纳斯先生对红茶的品质很挑剔。安杰丽卡怔了怔道。这时，克莱恩收回灵摆，将它重新缠好，然后端起白色有花纹的瓷杯，含笑摇敬了对方一下。安杰丽卡回到接待厅，再没有心情阅读杂志，她坐于那里，呆呆出神，不知在想些什么。直到一阵敲门声传来，她才猛地惊醒，慌忙望向入口，看见了一位穿浅蓝长裙的小姐。这位小姐取下了有粉蓝色缎带的纱帽，表情沉静而忧郁。下午好，尊贵的小姐，您是想加入俱乐部，还是找人占卜？安杰丽卡熟忍的迎了过去。我想占卜眼睛漂亮却藏着忧郁的小姐咬了下嘴唇道。安杰丽卡先请对方坐到沙发上，然后将会员占卜的情况详细介绍了一遍。他取来图册递了过去道，您可以挑选任何一位情绪低沉的小姐。认真翻起了图册。因为今天在俱乐部的会员实在太多，可供挑选的余地实在太大，看得他一阵烦乱。你能推荐一位吗？这几页里面的，他指着图册的中间部分，略去了价格在2苏勒以上或4便士以下的占卜者。安杰丽卡拿回图册，看了几分钟，斟酌着说道：我推荐这位先生。潜藏着不安的小姐凝神看去，发现是一位叫做克莱恩·莫雷蒂的占卜者。莫雷蒂先生刚加入俱乐部，水准值得信赖吗？他不太放心的询问道。安杰丽卡肯定地点头道：我和一位会员都能确定莫雷蒂先生是出色的占卜师，如果不是因为刚加入俱乐部，他不会只收取这么低廉的费用。我明白了。忧郁的小姐点了点头。那我就请莫雷蒂先生占卜。好的，您等一会儿。安杰丽卡拿上图册，起身走向了会议室。他来到克莱恩身边，压低嗓音道：莫雷蒂先生，有人请您占卜，您需要使用哪间占卜房？效果不错嘛，第一单生意上门了。克莱恩放下红茶杯子，平静点头道：黄水晶房。好的。安杰丽卡缓步在前方引路，并打开了黄水晶房的木门。克莱恩坐到放了诸多占卜器具的桌子后面，等待了几十秒，看见位身穿浅蓝色长裙、情绪低沉而忧郁的女子进来。趁对方反手关门的机会，他轻敲了眉心2下。胃部的黄色有点暗淡，情绪的暗色非常重，以担忧不安为主。克莱恩仔细看了一遍，往后微靠，抬手关闭了铃室。你好，莫雷蒂先生。浅蓝色长裙的女子坐了下来。下午好，该怎么称呼你？克莱恩礼节性问道，并没有抱一定获得答案的期待。作为一名键盘强者，他知道很多人在占卜时是不愿意使用真实姓名的。你可以称呼我安娜。浅蓝色长裙的女子将纱帽放置一边，满含期待又多有怀疑的看着克莱恩道：我想占卜我未婚夫的状况，他为了一桩生意，3月份去了南大陆，上个月3号的时候发电报给我和他的家人，说即将起航返回，可是20天过去，他依旧没有归来。我最初以为是狂暴海的天气原因，但到今天1个多月过去了，他乘坐的那艘苜蓿号还是没有抵达恩马特港分隔北大陆或南大陆的海洋，叫做狂暴海，以天灾众多、险流无数闻名。要不是罗塞尔大帝派人探索出了几条相对安全的航道，北大陆诸国直到今天都未必能开启殖民时代，更别说铺设海底电缆，完成有线电报的架构。克莱恩看着自己占卜家生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客户，谨慎问道：你希望使用哪种占卜方法？第55章启示。有双漂亮眼眸的安娜犹豫了10几秒道：你可以选择你认为最灵验的任何一种，你是占卜师，而我不是。当然，除了纸牌，包括塔罗，我在家里也尝试着研究过它们，总觉得这更像玩具，更像游戏。克莱恩略作思考，手肘抵住桌子边缘，双掌交握着置于嘴鼻位置，目光平静，语气沉然的说道：那就用星盘占卜。他指着桌子上的沾水钢笔和一叠白纸道：写下你未婚夫的名字以及外貌特征、居住地址、出生的年月日，如果能记得具体的时间，那就更好了。从穿着、打扮和气质看，他相信对方不是文盲。安娜没做回答，伸手抽出一张白纸，拿起那根钢笔，沾了点墨水，刷刷书写了起来，
时而停顿思索。2分钟过去，他将那张白纸推向了对面。克莱恩探手按住，转过顺序，将纸张上的信息纳入了眼底。乔伊斯·迈尔，1323年9月15日下午2点，廷根市东区斯蒂芬斯街8号。金色短发，老鹰嘴喙般的鼻子，只是这么瞄了一眼，克莱恩就速算出了对方的生日灵数，1加5等于6。在神秘领域的灵数学里，生日日期相加得到的个位数叫做生日灵数，影响一个人27岁之前的人生。而生月灵数出生月份的数字相加至个位，影响27到54岁；生年灵数出生年份的数字彼此相加到个位，影响54岁以后。今天是1349年7月，乔伊斯尚未满27岁，所以克莱恩直接速算了生日灵数。而6这个数字表示人生均衡、协调，有一段付出了爱心，相对不错的婚姻或者准婚姻。紧接着，他又算了对方的流年灵数。所谓的流年灵数，就是以当年年份替代出生年份，然后与生日灵数、生月灵数相加，得到本年度的大概运势。1加3加4加9等于17， 1加7等于8， 8加生月灵数9加生日灵数6等于23， 2加3等于5。流年灵数是5，表示会发生变化和意外，需要一定的冒险。克莱恩结合实际情况默默做出了判断，确定安娜提供的信息比较准确。他将视线从纸张上收回，望着安娜道：迈尔先生是6月3日启程的，如果他没有撒谎，那就是这样。安娜轻咬嘴唇道：好的。克莱恩拿过钢笔，随手记下了这点。他用深褐色的眼眸看向安娜，温和说道：我要开始绘制相应星盘了，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绝对的安静，你能出去等待一会儿吗？安杰丽卡会给你一杯咖啡或者红茶的。好的。安娜知道某些占卜者会有怪癖，并不意外的起身，拿上镶有粉蓝缎带的纱帽，离开了黄水晶房。克莱恩反锁了房门，回到桌边，根据年月日和时间点等，将事件星盘绘制了出来，包括星座、行星和宫位、天空位置的划分等要素。这个过程里，他几乎没翻占星手册，纯凭记忆就全部完成。在这段10日的神秘学课程里，克莱恩发现，只要是与占卜相关的内容，自己一旦学会，就能轻松掌握，迅速变成本能。这或许就是占卜家吧。他会玩星盘，油然生出一种满足感，只觉身、心、灵都轻松了不少。看着成果，他根据星座，根据行星落入的宫位，根据其他辅助的象征，粗略判断乔伊斯·迈尔会遭遇厄难，但最终能够走出来。到了这一步，占卜其实就算完成了，但克莱恩对第一单生意相当重视，希望累积口碑，方便之后的扮演。于是又拿起钢笔，在安娜书写的那张纸上重重落下一行赫密斯语。乔伊斯·迈尔现在的状况，他默念着这句话，记忆着纸张上的出生年月日等信息，一遍又一遍。7遍之后，克莱恩手抓着张纸，往后靠住了椅背，他脑海内勾勒出光球，眼眸转为深黑，整个人飞快进入了冥想状态。四周顿时变得空灵，上方似乎有无形的事物和虚幻的灰雾在延伸，无边无际。克莱恩又回想了一遍纸张上的所有内容，然后放纵自己，在这样的状态里沉沉睡去。他要用的是梦境占卜法，重复问题，牢牢记住，接着于梦中让本身的心灵体漫游灵界，获得启示。对普通人来说，偶尔也会有类似的经历，只是梦中的象征复杂模糊，且难以记住。占卜家则不存在这个问题，能直观的看到一些画面，一切开始模糊。克莱恩半是清醒，半是浑噩。扭曲、虚幻的世界里，他看见了一个有鹰钩鼻的金发年轻人，他正恐惧的于一片血海里疯狂游泳，好几次险些被吞没，但最终还是幸运的逃到了岸上。画面破碎转换，克莱恩看到了一幢门口有玩具风车的灰蓝色房屋，那位鹰钩鼻的金发年轻人正缓步入内，神情欣喜。就在这时，画面右转，克莱恩发现自己置身于了一座巍峨的宫殿内，这里墙壁坍塌，破败不堪，有的地方甚至长满了青苔和杂草。透过四周的破洞，能看见外面的山峰和几乎贴近这里的白云。宫殿最上首有一张石头雕刻成的巨大座椅，它镶嵌着暗淡的宝石和黄金，似乎不是为人类准备的。这张巨大座椅之上空空荡荡，多有斑驳，仿佛经历了漫长岁月的洗礼。克莱恩疑惑的左右四望，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梦到这样的场景。他的浑噩开始减少，
下意识往宫殿之外走去，想确认这是什么地方。突然，他感受到了注视的目光，来自背后的目光。克莱恩猛地转身，看向那张巨大的石质座椅，只见那里似乎有无数的透明蛆虫抱成一团，缓慢蠕动，肆意生长。他一下睁开了眼睛，从梦境里醒来。水晶球、塔罗牌、绘制星盘的纸张映入他的眸子，现实飞快战胜了虚幻。开始的梦境是占卜的结果，后面的算什么？好像是针对我的。克莱恩放下纸张，揉着太阳穴，皱眉思考道。他可以确认的是，这并非心里潜藏的恐惧透过梦境表达出来，因为本身在做占卜。一座山峰上的非人类宫殿，对我的无声注视，扭曲而古怪的蠕虫意象。克莱恩回忆着之前无声猜测着，是转运仪式沟通的那位，还是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带来的？对了，那本笔记上提到过霍纳奇斯山脉的夜之国，刚才梦境里的宫殿就在山峰上。他略作解读，对本身选择了占卜家感到庆幸。根据老尼尔的说法，窥秘人也能做梦境占卜，但肯定不如自己厉害。阴魂不散啊，只能希望早点抓到瑞尔、比伯。克莱恩收敛情绪，拿上绘制有星盘的纸张，缓步走向了门边。他打开房门，来到接待厅，看见安娜凝望着窗外，完全忽视了面前的红茶。啊，莫雷蒂先生，你占卜出结果了吗？眼角余光扫到克莱恩，安娜慌忙站起。克莱恩没直接回答，反倒根据梦境里获得的启示画面问道：你家或者迈尔先生家门口是否有一架玩具风车？安娜的眼睛陡地睁大，好半天愕然无言。过了一阵，她才喃喃道：那是他送我的礼物，就在我家的门口。你怎么知道的？这也能占卜出来？克莱恩露出笑容，温和开口道：恭喜你，安娜小姐。乔伊斯，迈尔先生正在你家做客，如果你立刻赶回去该还能遇上他。他经历了一场灾难，一次难以想象的痛苦历程，需要的不是询问，而是安慰，而是温暖的怀抱。真的？安娜不敢相信的反问道。她所了解的占卜师从来不会说这么确定的话语，给出这么确定的结论。你立刻回家就知道了。克莱恩语气柔和的笑道。哦，蒸汽之主，这是真的吗？我可怜的乔伊斯回来了。妈，你真的确定吗？不，我无法相信。安娜愣了一下，几乎语无伦次的说道。她从提包里拿出了一张易苏勒的纸币，没等克莱恩找零，就小步近乎快跑的离开了占卜俱乐部，匆匆忙忙乘坐马车赶回家里。这包含小费吗？克莱恩拿着那张钞票，摇头失笑道。两轮马车轻快的驶过街道，进入东区。安娜又是忐忑又是期待又是惶恐的望着窗外的街道飞快后掠。没过多久，那玩具风车跃入了她的眼帘。下了马车，她没在意本身的仪态，几乎踉跄的冲到门边，拉响了门铃。房门吱呀打开，安娜看见了一位身穿黑色正装的金发年轻人，他脸色憔悴，目光愉悦，有着老鹰嘴喙般的鼻子。我还以为今天会与你错过的，乔伊斯含笑说道。蒸汽在上啊，你真的回来了。安娜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又惊又喜的喊道。那位占卜师说的是真的？不，那是真正的占卜家，简直太神奇了。想法涌动着，沸腾着，安娜噙住泪水，扑了过去，给予未婚夫一个温暖的拥抱。灰蓝色的房屋外，两人静静相拥，玩具风车缓慢转动，所有的磨难似乎都已远去。第56章海上大逃杀。颇为宽敞的客厅内，结束了拥抱的安娜和乔伊斯分别坐在不同的沙发上，被女方父母所间隔。乔伊斯神色满足的感叹道：蒸汽在上，我是多么的幸运，能活着回来，能再次见到安娜。我可怜的乔伊斯，你究竟遭遇了什么？安娜再也忍耐不住，关心的打探道。乔伊斯看了眼未婚妻，神情变得沉重。我到今天都还感觉害怕，总是一次又一次从梦里惊醒。木须号离开凯撒港5天后，我们遭遇了海盗，可怕的海盗。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们的首领叫做纳斯特，自称五海之王的那位大海盗。安娜的父亲维恩先生惊愕反问道。虽然乔伊斯在半个小时之前就已经过来拜访，但他始终没详细提自身的遭遇，表现得畏缩、忐忑和不安。直到安娜回来，给予拥抱，他才似乎真的走出了厄难。是的，五海之王纳斯特宣称自己是所罗门帝国的后裔，恪守着不杀害俘虏的美德，
正因为如此，我们只是被洗劫了钱财，并没有丢掉性命。他的手下甚至还给我们留有足够的食物。乔伊斯回忆着这段时日的遭遇，他的身体逐渐有些战栗，但还是坚持着将最深最沉的那场噩梦描述了出来。我损失了不算太多的财物，我原本以为厄运已经过去，但在之后的航行里，木须号的乘客和船员们爆发了激烈的内讧，从争执到斗殴，再到拔出左轮，提起执剑，互相残杀。那几天，我的视线里都是血色，身边的人一个又一个倒下，睁着永远不会合拢般的眼睛，将四肢、心脏和肠子溅洒的满地都是。不愿意成为野兽的我们，也就是理智的那部分，没有地方躲避，没有道路逃跑。周围是深蓝色的波浪，是看不见边际的海洋。有人痛哭，有人求饶，有人出卖身体，但他们的脑袋还是被悬挂在了桅杆上。安娜，我当时充满绝望，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幸运的是，在这样的噩梦里，依然有英雄出现。船长先生带领我们躲到了坚固的下层，靠着提前准备的清水和食物，撑到了那些疯狂家伙的极限。而特里斯先生鼓舞我们，勇敢的带头，率领我们向那群杀人犯进攻。一场我永生难忘的血战后，我们活了下来，但木须号也偏离了航道。水手更是只剩下原本的1/3，讲述人心最恐怖最黑暗的一面时，乔伊斯不由自主回想起了那位英雄，自称特里斯的英雄。他有着张圆圆的和蔼的脸孔，性格腼腆，像个女孩，总是喜欢待在角落里，只有和他非常熟悉的人才能明白他是一位多么健谈的人。可就是这样一位不起眼的男孩，在最恶劣最绝望的时候，坚定地站到了众人前方。哦，蒸汽在上，我可怜的乔伊斯，你有一场多么让人心疼的遭遇，感谢神，膜拜神，他让我们不用分离。安娜的眼睛里有泪水在打转，不断的在胸口点出三角形的蒸汽与机械圣辉。乔伊斯露出一抹略显苍白的笑容，这是我们虔诚的回报。木须号后来又经历了风暴，经历了迷航，闯过了一次又一次考验，终于抵达了恩马特港。因为船上发生过那么严重的血案，我们这些幸存者被警察控制了起来，分别审问，没机会向家里发电报通告情况。等到一切结束，也就是今天上午，我立刻找朋友借了笔钱，乘坐蒸汽列车返回。感谢神，让我重新踏上了停耕的土地，让我再次见到你们。说到这里，他有些疑惑地看向未婚妻。安娜，你看见我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你的喜悦和惊讶，但我不能理解的是，你下了马车后，为什么那样激动地冲向门口？我原本打算给你一个巨大惊喜的。安娜回想之前的遭遇，依旧不敢相信，扳道：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乔伊斯，因为担心你，我今天去停耕市唯一的那家占卜俱乐部占卜，而那位占卜师，不，占卜家告诉我，他说你的未婚夫已经回来了，就在有玩具风车的房屋内。什么？维恩夫妇和乔伊斯同时脱口。安娜捂了下脸，摇头说道：我也不相信我今天遇见的事情，但它确实发生了。蒸汽在上，也许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奇迹。乔伊斯，那位占卜家要了你的姓名、特征、地址和出生日期，说是做星盘占卜，之后就问我，有玩具风车的是我家还是你家？等我给予了确认，他就说，恭喜你，安娜小姐，你的未婚夫已经回来了，就在你的家里，不要询问他的遭遇，给他拥抱和安慰。神啊！乔伊斯只觉这件事情简直无法想象，难以理解。难道他认识我？难道有人给他发了电报？难道他和恩马特港的警察很熟悉？不，这还是无法解释。他怎么知道我到你家里来了？他怎么可能确定你要去占卜？你提前预约了？没有，我是临时挑选的。安娜神情茫然的回答。也许一位好的占卜家就需要掌握丰富的信息，哪怕短时间内用不上。也许占卜真有神奇的地方。安娜的父亲维恩先生叹息总结道，已知的1000多年历史里，以及不太清晰的第4纪中，占卜始终存在，从未消失。我想肯定是有原因的。乔伊斯轻微的甩了下头，转而问道，那位占卜家叫什么？安娜想了下道，克莱恩。莫雷蒂占卜俱乐部的接待厅内，因为克莱恩控制了音量，安杰丽卡也识趣的没有靠拢，所以他只看见安娜失去了灵魂般离开，只看见对方的表情显现出震惊和迷茫。安杰丽卡小步走到沙发附近，好奇问道，一个好结果？他没敢问具体是什么结果，怕违背了占卜者们的潜在规则。克莱恩点了下头，从裤兜里拿出3个铜币，
易苏勒的1/8是1又1/2便是。是的，安杰丽卡看了眼铜币，发现一个是1便是，2个是半便是，连忙退了回去，多了半便是。克莱恩微笑虚暗道：感谢你对我客人的照顾，他给了我小费，我也理应给你小费，这也是对你推荐的答谢。他心里默默补了一句：好吧。安杰丽卡莫名有点惧怕克莱恩，见理由合适，也就没再拒绝。克莱恩回到会议室，以为后续会有更多的求补者，然而直到5点40分，他依旧没能等到第2位顾客。这并不是说占卜俱乐部生意不好，而是绝大部分人有明确的目标，自行指定了占卜者。他们应该是被人推荐来的，早就确定了找谁占卜。总而言之，还是我的声望不够啊。克莱恩用游戏的术语自嘲了一句。他喝干净第3次添加的稀薄红茶，戴上半高礼帽，提着镶银手杖，慢悠悠走出了会议室。安杰丽卡想到格拉西斯的叮嘱，连忙迎了上去。莫雷蒂先生，您下次是什么时候来俱乐部？格拉西斯先生希望当面感谢你，我只要有空就会过来。如果命运让我们相遇，那他肯定能遇见我。克莱恩用神棍的口吻回答道，有种入戏的感觉。接着他不管安杰丽卡的反应，迈步离开了占卜俱乐部，乘坐公共马车回到家中。进了大门，克莱恩看见班森在阅读报纸，梅丽莎则就着傍晚的阳光，用零碎的齿轮、轴承和发条等物拼凑东西。下午好，孝德太太有来拜访吗？克莱恩语气轻松地问道。班森没有放下报纸，只是抬起了脑袋。孝德太太来做了1刻钟，带了些礼物，对我们准备的小松饼和柠檬蛋糕非常满意，并邀请我们有机会去她家做客。她是位和善的、懂礼貌的女士，也很懂得怎么聊天。唯一的问题是，他们一家都信仰风暴之主，认为女孩子不应该去学校，只能接受家庭教育。梅丽莎小声嘟囔道。看得出来，他对这件事情相当不满。不用太在意，只要他不干涉我们，那依旧是位好邻居。克莱恩笑着安慰妹妹。鲁恩王国是多信仰的国度，不像北边的福萨克帝国只服从战神，也不像南方的费内波特王国为尊崇大地母神、风暴之主、黑夜女神、蒸汽与机械之神。这3大教会的教众难免会有些观点和习惯上的冲突，只是千百年磨合下来，彼此都相对克制，没出现无法共存的情况。梅丽莎抿了下嘴，将目光重新投向那堆零件。晚餐之后，克莱恩依旧复习着历史知识，等到梅丽莎和班森各自洗澡回房，他才清理自身，进入卧室，反锁了房门。他要对这段时间的学习和出现的问题进行一次梳理与总结，以免遗忘、忽略了关键。也只有这样，他才能用更清晰的思路应对后续的发展。克莱恩摊开笔记本，拿上钢笔，用中文一字一句的书写起来。为什么魔药消化的关键是扮演？第57章梳理和总结。停顿一下，克莱恩继续写道：解决魔药问题的本质是消化，而不是掌握。这个可以直观的理解，掌握只是将魔药的力量当成外在的工具。驯服的野兽，不管掌握的再好再熟练，它们依旧不真正属于自身，反噬的风险较大。而消化则是将喝下的魔药视作本身的一部分，分解它、融合它、吸收它，彼此统一为整体，这一点暂时不存在疑问。关键是扮演为什么能有助于消化？根据今天的占卜家体验，先做2个猜想，等待进一步的验证。1. 根据魔药名称的扮演，能改变身心灵的状态，让他们逐渐贴近魔药核心残存的顽固精神，从而产生共振，一点点同化，一点点吸收。2. 魔药核心残存的顽固精神就像防御完善的电脑主机，要想侵入它、攻破它、瓦解它，就必须找到 bug， 找到漏洞，找到钥匙，而魔药的名称就揭示了相应的线索，于是能通过扮演调和身心灵，伪装成自己人，骗过守卫，大摇大摆进入。这个思路和罗塞尔大帝的描述比较类似，不管是哪种猜测，身心灵的状态都是绕不过去的要素，毕竟他们是扮演与魔药力量之间唯一的桥梁。克莱恩放下钢笔，又看了一遍这段文字，一时竟想感谢大吃货帝国给予的应试教育。不管怎么样，不管自身是否选择了理科，选择了工科，基本的逻辑能力还是具备的，否则也没办法成为键盘强者，没办法进行这样的分析和猜测。扮演或许真的有效，具体变化待观察。克莱恩做出一个阶段性总结，紧接着他写下了第2个问题：
一个让人感觉奇怪的描述。为什么占卜家在神秘学领域更博学、更专业，就会缺乏直接的克敌手段？博学和专业不是应该让占卜家更强大，更能发现克敌制胜的办法吗？分析原因如下：第一种，就像以前看过的网文一样，我穿进了成为现实的游戏世界，所以不同职业之间必须各有特色，又相对平衡，但到目前为止，没发现数据化的迹象，也没有任务化的发展，这个因素暂时挂起，可能极低。第二种，这个世界的底层规则是平衡，造物主以平衡为核心创造了这里，这是先辈们探索总结后发现的最好状态，超过这个能级，容易崩溃失控，太低于这个能级，又无法得到想要的非凡力量，所以在能级一定的情况下，一方面强一点，另一方面自然就会弱一点。第四种，万物同源，都是从造物主那里分化而来，都属于造物主的碎片，而彼此互补的潜在意思就是各有问题。目前倾向于第三和第四种原因，但后一种源于不确定的神话，只能作为参考，先以第三种为指导，通过当前的学习和后续的发现来验证。到这里，克莱恩已写满了整整2页，但他并没有停止，又落笔梳理起新的问题。从今天的学习来看，我的转运仪式属于典型的仪式魔法，类似的这种仪式魔法可以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是取悦或者说引起对应存在兴趣的祭祀部分，第二个是描述了具体祈求对象的咒文部分，第三个是想要获得什么帮助的实质部分，这需要用格式化的对应语言和一定的象征符号来阐明。从这个出发分析转运仪式，能发现一个明显的问题，没有第3个部分。它有放置主时、逆时针走4步成正方形的祭祀部分，也有标明了祈求指向的咒文部分，比如浮生玄黄仙尊等，但它的后续只是闭目等待，并没有描述仪式的目的是转运对应的存在，根本不清楚，只能自由发挥。自由发挥，坑爹啊！那本秦汉秘传方术纪要 TM 太坑了吧，我当时脑子一定是进水了，才会想着试一试。克莱恩停下钢笔，吸了2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呼，他吐出浊气，继续梳理道，考虑重新设计这个仪式，让它变得完整，而祈求的目标是回归地球，回归父母和亲朋所在的世界。那么问题来了，那位存在究竟是不是自由发挥，还是说隐含深层次的目的？更进一步，描述性咒文在地球上指向的那位和在这个世界指向的那位，究竟是不是同一个存在？如果是，第一次和第2次仪式效果的不同可以解释为自由发挥，那第2次和第3次都能前往灰雾之上，都能连接正义和倒吊人，几乎没有区别，那又是因为什么呢？等明天下午的第4次仪式证明能稳定重复后，就意味着效果固化，意味着祈求的目标暗含在了我还不清楚的环节，这样一来，再添加新的描述，新的祈求就不会有明确回应，甚至只会让仪式变得混乱，产生不好效果。第1次和后续的不同，在坚持仪式祈求对象未变的情况下，是否意味着所在世界会导致回应的不同？就像在用不同的接口一样，那该怎么设计来达到我想要的效果？如果认为第1次和后面2次指向的存在不同，前面的一些问题倒是能得到完满的解释，但同样的，第2次、第3次的稳定和不变就意味着祈求目标的暗含改变暂时无从着手。最关键的一点，指向的存在究竟是谁？他在哪里？怎么对我没有一点暗示和引导？他在那灰雾世界的深处，咦，是不是可以将它当做一个沉睡的存在，给予一定刺激，获得固定反馈的存在？除此之外，并不会干涉和影响我。那可以设计不同的仪式来刺激，来总结反馈的规律，最后找到正确的回归办法。但问题在于，如果他没有沉睡，那所有的试探都可能导致可怕的事情发生，非常危险。第1次的试探必须足够小心，从设计上就要避免激怒，真是伤脑筋啊，有待于进一步的学习。克莱恩叹了口气，给出结论之后，他又零零散散记录了别的事情。总是有无形的声音在耳边回荡，斯罕霍纳奇斯河，发音是费莱格拉还是费雷格拉？霍纳奇斯是横跨鲁汶王国和英蒂斯共和国的山脉，它的主峰高达6000米以上。据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记载，第4纪的时候，那里有夜之国。夜之国，黑夜女神，两者之间是否有什么关系？眷属还是敌对势力？安提戈努斯家族被黑夜女神教会覆灭，是不是就有夜之国的原因？我听到的耳语来自那本笔记，来自安提戈努斯家族长达1-2千年的嘶喊。费莱格拉，弗雷格拉又代表什么呢？
一个有趣的问题，能留下那样的笔记，留下2到049号封印物，说明安提戈努斯家族掌握了相当强大的非凡力量。那么，他们手中的序列途径是哪条？完整还是不完整？发现笔记在瑞尔·比伯手中的事情有点巧合，但又没有安排的痕迹，真是宿命的羁绊吗？一个个想法落于笔端，克莱恩尽情书写着这段时间遇到的事情和自身的猜测。这一写就是足足4页，正反面都有。撕啦！克莱恩忽地扯下了这4页，从头到尾又看了几遍，时而用钢笔圈点，时而添加几句。时间飞快流逝，红月短暂被乌云遮掩。克莱恩拿起桌上的怀表，啪嗒按开，看了一眼。他放下怀表，取出抽屉内的一盒火柴，刷的划亮一根，凑近了那4页笔记。橘红色的火焰咬住了纸张，飞快蔓延。克莱恩将这4页笔记放到了木质的垃圾桶上，看见灰烬漂浮掉落。他松开手指，任由纸张坠下，不过10来秒的功夫，一切都消失不见，只有那还略微盘旋的灰烬和木桶底部的胶痕述说着往事。因为有罗塞尔大帝的秘密日记在前，克莱恩不敢留下自己会写中文的证据，如果被老尼尔等人发现刚才那4张纸，事情就说不清楚了。而在写机密问题时，无论用鲁恩语、古弗萨克语还是赫密斯语，克莱恩都担心被梦中注视着自己的那位看见并解读出内容，所以他用中文来书写，来梳理和总结。等到完成了这个任务，又将纸张烧掉，不留痕迹。而正因为无法保存，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那就是每周总结一次，避免遗忘。看着灰烬全落，克莱恩抽出一张白纸，于抬头写道：尊敬的导师，他要写信询问科恩·昆汀资深副教授，问他有没有霍纳奇斯主峰相关的历史资料。第58章一个思路。第二天周一清晨，轮休的克莱恩没有出门，而是将写给导师科恩·昆汀的信和超额的邮票费交给了梅丽莎，委托妹妹去廷根技术学校附近的邮局投递。用完早餐，他悠闲地补足了上班期间缺失的睡眠，一直到接近中午，肚子咕噜才重新起床。热了昨晚的剩菜，啃了条燕麦面包，克莱恩拿着份报纸进入了2楼盥洗室内的卫生间。每当这种时候，他就忍不住叹息没有手机。7、8分钟后，他神清气爽的出来，洗干净了双手，回到卧室，反锁了房门。接着，克莱恩拉拢窗帘，点燃煤气灯，做了半个小时的冥想，练习了半个小时的灵视、灵摆和补杖，用回忆的方式复习了1个小时的神秘学知识。做完这些事情，他将废旧的报纸撕成10几团，分别写上月亮花蜡烛、满月精油等材料名称，按部就班的模拟了一式魔法的流程，以掌握其中的细节，在真正熟练或学到更多前，他不打算贸然尝试一式魔法，因为那既会浪费材料，又容易招来危险。一遍又一遍，克莱恩拿起有曼芝花纹的银白怀表，按开看了一眼，发现时间刚过2点45分。他考虑了几秒钟，将废旧报纸拿到1楼厨房焚烧，自身则借此调整状态，为塔罗聚会做准备。再次反锁好卧室的门，克莱恩没去等待3点的到来，打算提前进入灰雾之上。他要趁这个机会好好探查那里。就在克莱恩占至房间空位，即将开始逆时针步行时，他忽然从担忧正义和倒吊人有没有进入合适环境，会不会被别人打扰和发现，联想到了一件事情。他说过要想出办法，让正义和倒吊人如果确实脱不了身，或者遭遇了别的什么状况，能提前请假缺席聚会。对以前的克莱恩而言，这是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他总不能手工车一个异世界即时通信网络吧？有线电报的方式则会暴露自身。而现在，他一下从仪式魔法里找到了灵感，借助外力型的仪式魔法，都是祈求不同存在帮忙。类似的咒文开头肯定会有明确的指向，比如黑夜之神、绯红之主，比如对那些未知的、隐秘的存在的描述。那我是不是可以修改咒文，让开头的描述指向我？指向我。这样一来，正义和倒吊人即使在异国他乡举行仪式，我也能获得相应的信息。克莱恩精神忽地一震，开始分析这个办法的可行性。2个难点：第一，我不是强大到了一定程度的高序列者，哪怕咒文的描述确实指向了我，我也不太可能接收到请求。第二，怎么确保咒文的描述能精准指向我，确保不会打偏跑错，命中别的符合描述的位置存在？那会带来极大危险的。克莱恩来回踱步，
沉思着可能的解决办法。脚步无声，他转了一圈又一圈，自然而然的将这件事情和灰雾之上的神秘世界联系到了一块。我不能接收到请求，不表示那片灰雾不行，它和深红星辰的组合可是能直接将人拉入空间。无视距离的，可以考虑在进行指向性描述时，将我和那片神秘空间关联捆绑在一起。按照这个思路推理，我虽然无法在对方举行仪式时立刻收到请求，但只要进入灰雾之上，就能看到对应信息。简单来说，就是 QQ 的在线和离线消息的区别。克莱恩越想越是兴奋，觉得这个思路可以尝试。那该用什么描述来精确指向那片灰雾世界呢？他开始考虑具体的细节。其实他有肯定可以成功的咒文，那就是浮生玄黄天尊的纯鲁温语音译。但问题在于，这会导致他失去对灰雾之上的掌控，失去主导的地位，只能排除来自异世界的愚者。不行，这倒是够精确，几乎不会有另外的存在符合条件了。但会暴露我最大的秘密。克莱恩想了一条又一条咒文，但都自我进行了否定。7-8分钟后，他终于敲定了咒文里的第一段指向性描述。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这明显不够精确。克莱恩又飞快补了一段，灰雾之上的神秘主宰，两者结合，差不多就能限定在他的身上了。而且将灰雾与他本身捆绑在了一块。还差一点，不排除灰雾之上有多个空间，多个主宰，不排除这个描述指向灵界。克莱恩皱起眉头，打算再加一重保险。他考虑了足足1分钟，终于想好了最后一段描述：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这是对浮生玄黄上帝的近似意义。如果单纯只有他，很可能跑偏打错，招惹来未知的危险存在。但有了前面2条的限定，有了本身靠类似咒文进入灰雾之上的势力，描述的对象就可以完全锁定了。按照这3段描述来举行仪式魔法，克莱恩不知道会不会有效果，但可以肯定不会因此引来其他存在的关注，不会让正义和倒吊人陷入危险之中。克莱恩长长吐了口气，默念了一遍想好的咒文：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啊，你是灰雾之上的神秘主宰，你是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他微不可见点头，掏出口袋里的怀表，确定时间。2点58了。克莱恩不再多想，收好怀表，进入冥想，伴随着一句句咒文，逆时针走了4步，走成了正方形。最猛烈的噪音和最刮动人心的嘶喊又一次响起，他感受到了比服食占卜加魔药更要难以忍耐的头痛。这和头部被贯穿的剧烈伤痛不同，是一种让人躁狂、让人失去理智、让人混乱的胀痛。克莱恩以冥想的方式控制着自己，努力不去聆听。那些呢喃和低语潮水般退去，他的身体变轻，他的灵性变轻，一切都飘忽了起来。无边无际的灰雾出现于他的视线中，深红色的星辰或远或近，仿佛一只只眼睛。灰雾之上，巍峨如同巨人居所的宫殿依旧屹立，似乎存在于了这里千百万年。克莱恩只是心头一动，身影已消失在原地，坐到了有22张高背椅的青铜长桌上手。仪式效果确实固定了。他低语一句，轻敲眉心，让灰白的雾气笼罩了自己，比以往更加浓密。按照倒吊人的描述，如果正义成为了观众，那就最好不要将举止动作展露于他的面前。没时间探查，克莱恩伸出右手，构造无形的联系，沟通那2颗熟悉的深红星辰。深蓝肆虐的苏尼亚海上，一艘古老的帆船顺风而行。阿尔杰·威尔逊将自己关在了船长室内，让幽灵船给予最高等级的保护。他面前的怀表摊开，在黄铜色6分仪旁边哒哒哒的走着，不够欢乐，透着紧张。时针、分针、秒针刚指向正确的位置，阿尔杰·威尔逊的眼前就爆发出一团深红，无视了一层又一层的防护。他的叹息回荡于船长室内。贝克兰德、皇后区、奥黛丽·霍尔靠着天鹅绒枕头，又看了一遍手中的黄褐色纸张。宝石般的眼眸仿佛藏着2个缓缓转动的灵魂漩涡，他的目光平静而清冷，就像在等待一场戏剧的上演。深红爆发开来，他以俯视的态度看着自己被吞没。灰雾之上，宏大的宫殿内，青铜的长桌斑驳而古老。奥黛丽·霍尔的身影刚有呈现，早开启了灵视的克莱恩便望了过去，不出意外的看见对方气场深处的颜色混成了一体，变得纯粹宁静，如同清晰倒映着事物的湖泊。他果然成为非凡者了。
克莱恩正待移开目光，突地发现属于正义小姐的那张高背椅有所变化，椅背上的璀璨星辰飞快移动，构成了一个不属于现实的虚幻星座。在克莱恩眼里，这个星座是那样的熟悉，因为它是神秘学中的一个象征符号，象征着巨龙的符号。观众，巨龙。克莱恩控制着自己，没有摇头，探究地望向了倒吊人的高背座椅。正常来说，以他视线的角度，肯定看不见椅背的情况，但这是属于他的主场，一切依据他的意志呈现了出来。座椅背后的星座没有变化，但神秘学已经入门的克莱恩不再像之前那样懵懂，认出是风暴的象征符号。水手、海卷者、风暴，这倒是没问题。倒吊人气场深处的颜色又纯粹了不少，他晋升了。对了，我作为背后的符号又是什么呢？克莱恩忍着冲动，与之前一样，手指轻敲了3下长桌边缘，微笑说道：恭喜你，正义小姐，你是一位非凡者了。他能直接看出来。奥黛丽怔了一下，浅笑道：谢谢愚者先生，谢谢倒吊人先生，比我想象的快。阿尔杰·威尔逊坦然说道。克莱恩没再继续这个话题，敲了敲眉心，含笑开口道：于是，先生，你们是否有找到罗塞尔的日记？第59章罗塞尔的出使。听到愚者的问题，奥黛丽没像以前那样第一时间回答，而是睁着晶莹的双眸，用审视的态度望了倒吊人一眼。阿尔杰不自觉收敛了肢体动作，沉默几秒后开口说道：我发现了2页罗塞尔大帝的日记，并记住了他们的内容。我有1页视线被灰雾间隔的奥黛丽用一种旁观般的语气回答道。非常不错。克莱恩没让自己的欣喜和失望感染声音，他欣喜的是有整整3页，失望的是只有3页，因为第一次的搜集肯定相对容易，是对本身资源和渠道潜力的一次挖掘，等到后续会越来越困难，会涉及更多的因素。我们现在就表达出来。奥黛丽平静地征询道。是的，克莱恩简洁点头，他保持着之前的姿势，几乎没做改变，观众面前必须谨慎。随着他的话音落下，奥黛丽和阿尔杰的身前就瞬间浮现出黄褐色的羊皮纸和暗红色的钢笔，两人分别拿起书写工具，开始在脑海内回想记忆中的符号，并给予迫切表达出来的情绪。无声无息间，黄褐色的羊皮纸上多了一行又一行文字，有的端正大气，有的秀气旖旎，有的七歪八斜。不到1分钟的功夫，奥黛丽和阿尔杰强行记下来的内容就全部拓印了出来。克莱恩心念一动，那3页羊皮纸闪现至了他的手中，目光扫过，他将日记浏览了一遍，发现语言顺序有颠倒，内容有漏字和错字。不过实验证明，一定程度内的顺序错误不影响汉语的阅读，而久经星号折磨的他对漏字和错字更是毫无畏惧。4月8号，我站在黑王座号的船头，张开双臂，对格林和爱德华兹他们说：想要我的财宝吗？那就到迷雾海的尽头来寻找吧。我将所有的财宝都藏在了这里。他们完全不懂我的幽默，竟然问我是不是真的有额外的财宝，真是无趣啊！你们这样是做不了我的天启4骑士的。4月11日，发现了一个不在安全航道上的无名小岛，上面有不少超凡物种，不，我更喜欢称呼他们为超凡种，这样更有逼格。除了他们，小岛上还有许多奇奇怪怪的生物。我想，如果达尔文穿越过来，肯定没办法再写出进化论。4月15号，格林变得有点古怪，是受了什么感染吗？出生于英蒂斯王国的罗塞尔大帝什么时候远航过？迷雾海应该就是英蒂斯共和国西边的那片海洋。得去图书馆找些历史资料来对照了。克莱恩飞快看完1页，将目光投向了后面。此时他不再掩饰自身懂得罗塞尔大帝秘密符号的事情，因为这属于符合愚者身份的行为。而奥黛丽和阿尔杰都没有说话，安静坐在那里等待。他们似乎对这个结果、这个现象丝毫不感觉诧异，甚至认为就该这样才正确。决定让我和阿贝尔家族的马蒂尔达订婚。天啊，我甚至都还没有见过他。不行，我要拒绝。我就算离家出走，就算从此自力更生，受尽打压，也要反抗这桩包办婚姻。10月5日，马蒂尔达小姐真漂亮啊。10月6日，她的个性，她的气质，都是我喜欢的那型。我开始期待我们的婚姻了。喂，大帝，你的节操呢？克莱恩后靠住高背椅，不让情绪穿透灰雾。他发现早期的罗塞尔并不会每天都写日记，
一般都是遇到了什么事情，需要吐槽，需要记录，需要抒发情绪，才会提笔。目光下移，克莱恩看向了这页日记的最后一条。10月9日，他们竟然称呼我为蒸汽之子，我很喜欢，见前面2页的内容暂时没什么价值。克莱恩难免有点微小的失望，但他并没有丧气，将第3页日记换到了最上方，这一页的正反面都写着内容。5月21日，工匠之神的教诲给了我2个选择，2条序列途径的起始，一个是通识者，这属于他们自身所掌握的那个完整序列链条，一个是窥密人，从摩斯苦修会得到，缺乏更高的序列。5月22日，我的选择很简单，通识者，有完整序列的通识者。虽然掌握更多的神秘学知识有助于我找到回家的办法，但问题是自身不够强大的情况下，穿越这种事情必然借助外力，而外力是好是坏，是善意还是恶意，无法控制，非常危险。既然如此，还不如让自身变得强大，靠自己的力量回去。所以完整的序列是我考虑的首要因素。5月23日，我成为了一位通识者，靠着魔药的力量，我竟然完整回想起了以前学过的知识，物理、化学等等等等，不仅回想起，我还深刻的理解和掌握了它们，哈哈，这简直是为我这个异域来客量身定做的职业马，能最大化的发挥我的优势。不得不说，如果我以这样的状态回到高3，一定能成为状元。要是再有更规范、更深入的专业学习，科学家不算太困难的目标。5月26日，我很享受通识者这个身份。一件奇怪的事情，当我以通识者自居，做的事情都符合他的定位时，那些让我几乎发疯的耳语安静了不少，我时不时爆发的脾气也得到了控制，并想起了日记这件事情。这就是那位神秘的查拉图先生对我提过的扮演吗？这或许是解决魔药隐患的关键。克莱恩看着这页日记，深感自己与罗塞尔大帝在性格和作风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别。比如回家这件事情，自己更多是想着以深入掌握神秘学知识来规避危险，达成目的，而罗塞尔大帝的想法是靠自身将危险掌握在手里。不得不说，有的时候我还挺羡慕这种人的。也许每个人都会渴求着自身不具备的东西，当然我也要考虑强大自身的事情，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个个念头浮现在克莱恩脑海，让他一阵唏嘘。而罗塞尔大帝对魔药隐患减少的描述，让他对昨晚的总结有了不少信心，对扮演的实质有了更明确的把握。放下3页日记，克莱恩抬头望向正义和倒吊人，微微笑道：“抱歉看得入迷了。”奥黛丽抚平内心的艳羡，淡然笑道：“我能够理解，我期待着有一天能从您这里交换到罗塞尔大帝日记的内容，那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克莱恩含笑瞄了眼正义，顺势扫过了沉默未言的倒吊人。奥黛丽双手交握置于身前道：“愚者先生，倒吊人先生，我有3个问题想要请教，如果你们认为答案具备很高的价值，就告诉我你们想要什么，我会在之后尽量寻找。”“没问题。”阿尔杰简单沉稳的回答。克莱恩轻轻点头，向后靠得更加舒服。奥黛丽思考了几秒道：“第一个问题，扮演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发现魔药内的残余精神对我的影响很轻微，是因为我这段时间都在扮演观众吗？”阿尔杰没有开口，将目光投向了愚者，似乎也在等待着解答。克莱恩用手指轻敲着长桌边缘，语气轻松地说道：“我用一个比较形象的事例来说明吧。序列魔药的核心力量是一座守卫森严的城堡，那些残余的会造成反噬的精神就居住于城堡内，我们的目标是解决它，真正成为城堡的主人。我们现在有2种方法，一是强行攻进去，这未必能成功，却肯定会伤害到自身，除非以绝对的优势碾压，但显然我们并不具备。第2种方法，我们有一张城堡主人给予的邀请函，这张邀请函能让我们通过守卫的盘查，顺利潜入城堡内，轻松解决掉敌人。但问题在于，这张邀请函上面有宾客的外貌特征和相应的气质描述，所以我们必须进行伪装，扮演成被邀请的客人，明白了吗？”阿尔杰像是早有猜测般，立刻反问道：“那张邀请函就是序列魔药的名称？”“是的。”克莱恩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奥黛丽听得一阵恍然，觉得自己完全明白了扮演的含义，而情绪稍有激动的她立刻就脱离了观众的状态，欣喜的赞美道：“真是出类拔萃的方法啊！我觉得他很符合您的称号，他的风格和愚者非常切合。我完全没想到扮演是这样发挥作用。让人庆幸的是，我这段日子都在本能的扮演着观众。”他顿了顿又道：“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解答，我没办法就这样安心的接受它。愚者先生，您需要什么样的交换？当然，我记得我还欠您一页罗塞尔大帝的日记，更多的罗塞尔日记，或者……克莱恩停了一下，他原本是想说有关占卜家序列的任何消息，但又觉得这种低层次的要求会破坏掉愚者的形象，于是临时放弃，打算以后找到机会才不着痕迹的询问。反正我刚晋升没多久，还未彻底消化掉占卜家魔药。他如是宽慰着自己，不动声色的补充道，或者安提戈努斯家族的任何情况，即使是我以前知道的部分，也可以。阿尔杰默然几秒，审慎的看了青铜长桌上手一眼，沉缓开口道，愚者先生，那我现在就可以为您刚才的解答支付报酬了。